那个连资本都直呼臣妾做不到的奇男子。内娱向来是个讲究出身和圈子的地方，但在如今的娱乐圈里，却有这么一个堪称最矛盾的神秘存在。试问哪个顶流能集齐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标签？一边被黑粉嘲笑是古装丑男、网络乞丐，一边又被疯狂盛赞是天选男主。OST 大户，他没有哪怕一天的科班专业背景，没有傲人的高学历证书，更没有翻云覆雨的资本在背后撑腰。他曾是后厨颠勺的厨师，是端盘子的服务员，是街头卖烤玉米的小商贩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三无人员，硬生生凭借一副沧桑独特的烟嗓，不仅拿下了超过160首的影视剧 OST， 成了各大热播剧的半壁江山，还一路逆袭，稳坐 S 级古装大剧的男主之位，最终大步迈上了央视春晚的璀璨星光舞台。有人说他的成功之路简直比老干妈的保密配方还要难复制，连资本看了这平地起高楼的架势，都得无奈感叹一句：这活真干不了。这个把一手烂牌打出王炸，用10年时间将所有的德不配位全部变成实至名归的男人，就是从辽宁丹东老街一路杀出来的刘宇宁。相较于普通人的人生困境，刘宇宁的童年与少年时期是实打实的地狱开局。1990年，他生于辽宁丹东，4岁痛失父亲，母亲外出务工，他只能与年迈爷爷奶奶相依为命。蜗居在4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，从小饱尝生活清贫。为了活下去，为家里减负，他放弃学业，早早进入烹饪技校学习厨艺。初衷简单又心酸，只为学一门手艺，解决温饱。2006年，16岁的他背井离乡前往深圳打工，成为餐厅学徒。第一个月工资仅有200元，他与10几名工友挤在脏乱破旧的宿舍，居住环境极差，后厨繁重的工作，陌生环境的水土不服，让他患上严重气胸，医生强制要求住院。可微薄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用，走投无路的他只能依靠老板垫付费用才得以治疗。最终因无力承担后续治疗费，他只能提前出院，带着未愈的伤病黯然返回东北老家。大病返乡，历经生死考验的刘宇宁没有被生活的苦难击垮，反而愈发执着于音乐梦想，为养活自己，支撑心中热爱。他四处奔波谋生，从事过多种基层工作，在服装店打工，街头摆摊烤玉米，酒吧驻唱，在烟火磨难中积攒力量。2010年，他鼓起勇气参加快乐男声海选，渴望获得专业认可，最终却无奈淘汰。身边所有人都劝他认清现实，放弃折腾，安稳度过一生。可骨子里的韧劲让他绝不认输，他省吃俭用，拿出全部积蓄买下吉他，潜心苦练，任凭指尖磨出血泡，也绝不松懈。在持续的驻唱生活中，他结识大飞与阿卓3位追梦青年，惺惺相惜，组建摩登兄弟，并肩奔赴音乐之路。2014年，直播行业兴起，他奔赴安东老街，开启街头直播。没有精良设备，没有舞台加持，寒冬冻僵双手，盛夏蚊虫叮咬，环境艰苦万分。即便直播间观众寥寥无几，他也始终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唱，凭着极致的坚守，在街头默默深耕4年，为日后的爆红埋下伏笔。2018年的盛夏，命运眷顾了默默坚守的刘宇宁，一首街头翻唱的讲真的爆火出圈，病毒式刷屏全网，播放量轻松破亿，让他一夜斩获1000万粉丝。冷清的丹东老街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，无数粉丝跨越山海，只为现场聆听他极具故事感的烟嗓。但在等级森严的内娱，网红始终处于鄙视链底端。爆红后的刘宇宁遭遇全网群嘲，被恶意贴满负面标签，被断言红不过3月。2019年，他以146万高票斩获歌手踢馆名额，却遗憾落败，再度遭受铺天盖地的嘲讽。面对漫天非议与网暴，他没有卖惨薄同情，没有发文辩解，只用一句用作品说话回应所有质疑。为打磨让酒这首歌，他通读原著，逐字打磨，极致苛求细节，最终一曲封神，尽显少年江湖义气。此后5年，他持续高产输出160余首 OST， 刷屏各大热播剧，凭借超强唱功与共情力，打破圈层壁垒，撕掉网红标签，稳稳坐稳主流乐坛 OST 顶流席位。OST 封神后的刘宇宁没有选择躺平享受红利，反而不惧争议跨界演戏，打响人生又一场逆袭硬仗。他的演戏开局堪称地狱难度，零基础非科班，身高条件特殊，诸多短板让他尚未开播就饱受群嘲，古装造型被恶意诟病，全网质疑声不断。面对极致的舆论打压，他从不辩解，从不内耗，选择直面不足，自我精进，将负面评价化为进步动力。拍摄《长歌行》时，他深耕角色细节，苦练武打戏份，用扎实表现塑造出一冷一柔的浩都，成功收获观众认可。遭遇一念关山全网嘲讽 AI 换脸恶搞，他坦然自黑，主动担责，带伤坚持完成600多场戏份，多年持续深耕，自费跟组学习表演3年，终凭多部爆款作品站稳脚跟，拿下白玉兰提名，跻身准一线实力派。2023年，事业稳步攀升的刘宇宁遭遇了内娱最致命的塌房式爆料，狗仔恶意曝光他过往的婚史，还私自放出其素人前妻与孩子的照片，瞬间引爆全网舆论。无数网友坐等他事业翻车，在内娱
艺人面对此类争议，大多会发布模棱两可的律师函、压热搜、发公关文案、洗白甩锅，是行业常规操作。可刘宇宁的处理方式却彻底颠覆了内娱公关套路。事发时，他正在折腰剧组拍摄，来不及脱下古装戏服，便直接坐在保姆车开启直播回应，全程没有铺垫，没有卖惨，没有辩解，他坦荡直面争议，坦诚自己2013年曾有过一段婚姻，因理念不合和平离婚，无子女，早已断联，且当年是净身出户。同时，他郑重鞠躬致歉，为自己的热度打扰前妻和普通人的生活深感愧疚。面对无底线的狗仔，他霸气怒怼，表明公众人物可被评价，但绝不允许肆意伤害素人。这场零彩排无脚本的直播不仅没有让他塌房，反而因坦荡真诚、有情有义的担当圈粉无数，成为业内公认的危机公关教科书。从丹东老街为生计奔波的普通少年，到手握多部爆款剧的实力派演员，从饱受嘲讽的网络歌手到登上央视春晚的实力唱将，哪怕跨年晚会伴奏突发失误，他也能凭借超强实力完美救场。刘宇宁用10几年的深耕与死磕，打破偏见，挣脱桎梏，证明平凡出身亦能逆袭翻盘。爆红后的他始终清醒自持，从不端明星架子，不争番位热度，时常坦然回望月薪200的艰苦岁月，真诚接地气的模样格外圈粉。世上从无天生的爽文大男主，所有光鲜背后都是无数个暗夜里咬牙坚持、默默蓄力的坚守。我们之所以共情刘宇宁，是因为在他身上看见了平凡普通人的缩影，看见了被生活重击却绝不认输的自己。他的逆袭故事治愈着每一个在逆境中扎根奋力前行的普通人。他从不完美，也曾落魄低谷，却用一生践行初心。出身从不定结局，偏见无法定义人生，追梦从无捷径，唯有极致热爱与长久坚持，方能冲破寒冬，熬过低谷。丹东的风雪依旧，而昔日街头少年早已把自己活成了永不熄灭的烈火。